这次5月份的消费复盘会比一个正常人生活开销要复杂点，它不像家里的开销固定和单一。这个月呢，先跟朋友去香港玩4天，再独自去大理待半个月。那么接下来我会分为几大类的消费：一是住宿，2是交通，3是吃喝，4是购物，最后就是一些乱七八糟不在原本计划里的额外开销。这期视频里你会看到我在旅游的状态中到底花了哪些钱，哪些消费看起来很合理，哪些又是控制不住手的冲动消费。首先，在5月开头和朋友去了4天的香港。上个月在朋友家借住了一段时间，他已经帮我省掉了住宿和交通成本，所以这一趟香港的住宿呢，就是我来负责。这不只是一笔住宿费，也是人情上的回馈。除了酒店之外呢，我们在香港的吃喝是会用支付宝小荷包来 AA， 因为吃饭、喝饮料、小吃这些花费比较零碎，不然出去1天后都没人记得清楚到底是谁付的。交通呢，我就用上次来香港剩下的八达通余额。另外，我在八达通上还刷了几笔在711买的饮料和2家店的小吃。接下来先说一下在香港的住宿，3个晚上一共是253美金，换算成人民币过来就是1719。我们住在了旺角附近，吃吃喝喝都很方便，离地铁站也很近。我一般选择住宿呢，都是根据附近最方便的地铁站来选择。这次出行的交通呢，是坐巴士多过于坐地铁，还坐了1次天星小轮，一天最多只搭乘3次巴士或者是地铁，其余时间都是在走路。从上尾去香港的高铁换成2次，是朋友付的钱，回来的高铁我们 AA 每人付了152，我这边的花费一共是202块4毛1。吃喝的部分呢，像我说了是和朋友一起 AA 的，我们在出发前就往支付宝的小荷包里各放了666。都是他定的，我们一共从小荷包里花掉了1084，这个数字扣除回来 AA 的高铁票后就是932块4。那么额外的开销就是这次呢，我在 Donkey 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 Kitty 发夹，居然能被我遇到如此特别的颜色，还有2瓶科润面霜，因为我目前用的这个韩国牌子消耗的太快了，1个月就能用完，所以这次遇到有折扣就买了2瓶，加起来啊比淘宝上卖的要便宜。另外我还买了一对 K 金的耳钉，我其中的一只耳洞呢是不太适合戴黄金的，我试过将它摘下来1个星期，换成别的 K 金，耳洞就不痛了，所以呢这次我就索性换成统一的耳钉。最后呢就是我在 Sasa 买了一些东西，有一支唇膏、虎标肩颈梳，还有膏药贴，另外也给朋友一起结账了他的2件东西。那么总结下来呢，就是香港的吃喝是真的贵呀。虽然在这之前我已经去过了2次，但是这次去了之后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它的物价。香港的消费结束之后呢，现在就是来到了大理，也是我在这5月份里花了最多时间最多钱的地方。这边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原本我订的是一间青旅和民宿，分开2个不同的地方住。青旅是想住5个晚上，但由于我的行程时间改变了，忘记修改入住时间，就相当于我提前1天住了进去，所以我入住当天呢额外多付了1晚。正因为多付的这1晚，让我住了之后就想把原先订的5个晚上全部取消掉，他们的服务态度以及卫生程度让我接受不了，索性呢额外多订了第2家的民宿。原本我是想在民宿上多省一点钱，就是想要体验不同的地方，但是后面我发现大理古城的这一个路啊真的很难拖行李箱，把我的手都拖累了，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只在1个地方住，因此在住宿上一共花了2373。第2部分就是大理的交通啦，在这一方面呢我是有一些尴尬的，由于我不会骑电动车，但是我是会骑自行车的，只是不敢在人多以及交通很乱的地方上骑，以至于我在大理的这段时间里几乎都是走路到最近的地方。这边是有很多租车的地方，能租汽车也能租电驴，但是你开到洱海附近后，外面的电驴是进不去的。很多游客来了之后才发现，去到里面
面要额外租车环海，这又是一笔附加的费用。当然也可以在网上和别人拼车，我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就没有在网上随便跟陌生人拼车。我去附近的沙溪古镇用的是滴滴站点巴士，来回花了90，额外的几次观光车，还有我去爬苍山的索道也算进了里面。从上尾去广州，再来到大理的高铁费用加上去后，一共花了1017块9毛1。接下来到了吃喝部分，这属于花的最多的一类。来大理之前呢，我和很多人一样都对它抱有一丝美好的幻想。来到之后，我才发现这里真的是一个巨大网红拍摄棚。你随便一搜网红咖啡店，个个去那都是排队拍照，一杯咖啡卖的竟然比星巴克还要贵，甚至连路边的小摊或者是卖草帽的店，也是要你交点钱才能进去拍。这里呢，我想特别说几句。我跟团的一日游里呢，其中去了一个理想邦，它就是个人造景点，模仿希腊圣托里尼。等你坐了观光车上到顶后，真正想进去里面要68一位。其次呢，是我发现这边的物价没有那么便宜，一碗米线就要66。你们告诉我这个物价是不是偏贵呀？加上我是一个人吃，大多数正餐呢都是要2人份团购起，单点又不划算，所以呢我只能吃点简单的米线、粉、饵丝、泡饭、小吃之类的。有时候我会去一个13块钱的自助食堂，荤素搭配吃的也不错，这是我在大理期间去过最多次数的地方了。不幸的是，我在另外一家餐厅吃了一次凉拌菜，竟然拉肚了。人真的是害怕什么就会来什么。咖啡和饮料这个月也喝的比较多，因为在吃的上面没有吃好，才会在喝的上面补回来。有几次呢，我是带着电脑去一个书咖工作几个小时，咖啡的价格也算是合理。去了几次，那里的氛围是真的很好，也没有很吵闹。再来是云南天气是真的热，紫外线都很高，达到10，在外走路太累了，我也会忍不住买杯饮料喝。这个月呢，有2次是和别人 AA 的饭钱，一次呢是和我之前在纽约上班的前同事一起吃了火锅，没想到4年后竟然在大理相遇，而且我们还是同一天抵达大理。第2次呢是跟团出去，导游领我们去一个指定的餐厅，最后呢是和团友们一起平分。最后在大理这段时间里的吃吃喝喝加起来一共是961块8毛。购物的这一块包含了线上与线下的费用，其中我在香港买了一对6福珠宝的耳钉，是占了大头。还有我在大理丢失了一件外套和一副墨镜，最后也得重新上网买，这真的是我意料之外的支出。其他的就是买所需的日常用品，没有哪一项我认为是冲动消费的，除了那一副丢失的墨镜。我真的心疼啊！所以这个月的购物总费用呢是2836块8毛4。接下来是其他类别的费用，属于不知道如何分类的花销。其中我买了2包一次性毛巾，我本人呢是很少用一次性的，是因为我原本订了那间青旅，后面我发现它是没有浴巾，我只好去买了。不过呢，后面我只住了1晚，幸好我没有再买下去。如果我住5个晚上的话，那我这个一次性毛巾费用也要额外增加了。这个类别里有一项我认为是冲动消费，就是在大理双廊古镇里遇到一位野生摄影师在抓拍我，报价其实基本都是10块钱一张，我就拍了4张。尽管是冲动消费，拍出来的照片我还算是满意的。像我这样一个人出来旅游，除了自拍以外，其他时候都是随机的路人帮忙拍，所以有的时候遇到好的摄影师，我是会去花这笔钱的。同时我还和团友们在洱海 S 湾拍了一张合照，另外我们3个人还有分别的独照，最后4张加起来就是33，我们3个人平分这笔钱，所以加起来最后的总费用呢是339块6毛。最后分享2段我在大理的经历。第一是我去了附近的沙溪古镇，而且还是有专门的滴滴站点巴士，这比在网上找拼车还要划算。如果是一个人出门旅游的话，去哪玩最好是通过官方渠道去预定，会更加的靠谱。沙溪古镇不大，慢悠悠的走走停停，半天的时间就逛完了。巧合的是我还碰到了和我同乡的4位阿姨，还给他们拍了几张合照，最后还问我要了自拍杆的链接。因为我那天去呢
全程是靠自拍杆杵在路上拍的，这时候就不要害怕了，就算路人盯着我看，以后这辈子啊我们也相遇不到了，说不定今天他们睡前呢就已经忘记了我这个人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我突发奇想去爬了苍山，是前天去的，最后爬了12公里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独自爬山，以前呢都是和朋友一起爬过很多的山，这次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让自己做出这个决定，更没想到的是我还坚持了下来。我是开门前的10分钟就到达景区，买票坐了索道之后就开始爬。早上的天气啊可是非常的清爽，太阳也不大，直到我结束快下山的时候才看到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游客。在这里呢，我也想要跟你们分享我的看法，你有任何想要做的事，有任何想要去的地方，就大胆去做，不需要等别人的时间和安排。你今天不做，明天不做，后天还是会想着去做，倒不如有想要体验的事情就立刻去执行吧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5月份的开销复盘，你们多多少少听起来会有一点乱乱的，因为我自己在算数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一点乱，毕竟我去了2个不同的地方，所以说呢，我已经尽量把一些数字算得很清楚。如果你们有不同的建议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如果喜欢今天这些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